撞了我女儿，还要找人和我鱼死网破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叶董，这下彻底放心了吧？前几天你那要杀人一样的眼神，我现在都觉得心惊胆战。过后我就在想啊，你说这要是真出了什么事，你还不把我这医院都给掀了？那时候太着急了，没考虑那么多，云院长见谅。哈哈，我这也就是开个玩笑。月月这么可爱的小丫头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身子骨那是健康的很。这段时间，我和叶松听说了关于咱们医院的一些负面消息，大致就是医疗器械落后，跟不上时代，甚至会耽误患者治疗等等。云清远沉默片刻，旋即叹息了声。公立医院就这样，医资力量还是可以的，但各种医疗器械的运进、买入等等，需要经过太多程序批复，甚至有一些老旧应该更换的，我都不太愿意跟上面提了就是等。你说能怎么办？第一人民医院是咱们山清市，是口碑最好的医院。虽然近年来有不少私立医院出现，不过山清市大部分市民最信任的还是咱们这边。据我们所知，第一人民医院下个月就要迎来建院85周年的院庆了。我和团团经过商量之后，打算以龙兴集团的名义，向第一人民医院捐款6000万，用于购买先进医疗器械，促进医资力量强大等等。多少？6000万？听到这个数字，云清远顿时露出激动。如果能改善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环境与资源，那他能得到的好处绝对不只是社会地位得以保障那么简单。当然，主要能得到好处的也不是他云清远，而是广大山清市的病症患者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太感谢你们了。我以山清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的名义，向龙兴集团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。团团和叶松对视一眼，暗道云清远的确是个聪明人。叶董、陈董，这次院庆虽然会举办，不过不会太隆重，届时也会有媒体到场参加。如果两位有空，可否赏光到来？我们2个就不过来了，这毕竟是院里的活动，到时候让龙兴集团其他高层过来走一趟就行，云院长也不用一直记挂着。那行吧。爸爸妈妈，走啦，我们回家吧。叶松两口子看到月月待不下去了，无奈之下，他们这才跟云清远告别，从办公室里离去。但到了停车场的时候，叶松却带着李团团和月月开走了另外一辆比较低调的越野车，而不是来时坐的那台劳斯莱斯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走的时候我们开这台车？陆朝风贼心不死，想拉我们垫背。叶松一句话就全部解释完毕，并且让李团团额头渗出了冷汗。那请猛他们。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，就等陆朝风的人上钩。他非要不给自己留后路，那我只能如他所愿了。下来，叶松，我看你往哪里跑。下来！把别人逼到绝路，自己还想逍遥自在，你给我下车！陆朝风，李局，你怎么在这？听说你在找我，你他妈的算计我！李局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误会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敢持枪械在这里聚众赌，你把法律放哪里了？你把老百姓的安危放哪里了？李局，我就是和叶董开个玩笑，你看的这不也没伤着吗？还有这枪是玩具，假的。陆朝风接着。李局，这。好啊，陆朝风，你竟然敢在华国手持枪械聚众斗殴，都给我铐起来！本台最新消息：东邻省酒店集团陆氏国际因各项卫生指标不达标，客房内设有偷拍摄像头，服务态度恶劣等一系列原因，被勒令全面停止营业。陆氏国际董事长陆朝风因持枪械聚众斗殴且偷税漏税，严重侵犯客人安全隐私，暗造阴阳账目等罪名，被公安部门予以逮捕。其子陆宁、其妻任学荣等人也都涉嫌严重违法。龙兴集团为东邻省旅游行业持续发展，表示已经联合天辉集团将陆氏国际收购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将会全面翻新一切酒店设施，以最好的服务态度、最健康的卫生环境、最安全的入住环境，来迎接每一位入住和用餐的客人。而接下来几天里的几件大事震惊全球。先是某位王姓国籍以身体不适为由，主动请辞卸任，接踵而至的是2位正部在调任下退居2线，还有5位副部被带走调查。虽说官方已经尽可能的以降低影响的方式去进行宣报，但还是在内部引发了轩然大波。
因为那些人全都是王家派系的，甚至最重磅的那几个还是王家自家人。一时间嗅到不寻常味道的王家阵营顿时人心惶惶，整个神州高层圈子也为之爆发了阵阵看不到的暗涌。因为从某种程度上，这几乎等同于紫金庙堂要对王家动刀子的信号了。我止不住的粗口从他嘴里爆出。作为承接王老三委托暗杀任务的他，知道这事绝对没那么简单，绝对没有新闻报道中这么简单。因为当下距离他跟叶松供出幕后黑手是王老三，仅仅几天而已。所以，真有那么巧吗？不，蝎子绝对不相信这种巧合。姓叶的究竟是什么来头？他的能量究竟大到什么程度，才能如此去影响华国的内部？而且所针对的还是王家。自言自语到这，蝎子的表情变得惊恐起来了。该死的王老三！如果上次在湘江成功暗杀掉叶松的话，那么不需要叶松那边的势力来报复，光是华国恐怕都会对七色发动前所未有的报复。王老三，你这是想将七色置于死地啊？王老三那里怎么样了？我们的人已经进入华国2号牢房，10天之后应该能正式接触到王老三。我知道了。难怪王金刚会怂的这么彻底，这他妈是心虚啊！按这么看，暗杀事件的幕后黑手应该是王老三没跑了，这事大概率跟王家无关，不然不该是这么个局势。可如果跟王家无关的话，如果真只是王老三的个人行为而已，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能让王家付出1位国级以及2位正部，还有阵营派系中的5位副部这种代价来的？魔都区府办公室，3把手的傅一山已然细思极恐。策纳，这他妈的是有多通天，甚至是逆天了。叶松还不知自己的翻篇条件在神州已经引发了滔天风浪，不过上位之道归上位之道，但这也是在他的意料之中的。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恰是这场风波，也让他在不少顶级权贵的眼里变得愈发可怕。叶董，好手段啊！讲真，你吓到我了。叶松刚一接通电话，傅一山的话音便是传了出来。傅大少何出此言？叶董可别告诉我，你还不知道这接连几天里发生的大地震。哦，王家那位国级的主动卸任，那2位正部的退居2线，还有那5位王家派系里的副部大将接连落马，应该都是叶董的手笔吧？重要吗？重要吗？这带着浅浅笑意的3个字一下子让傅一山愣了起来。如果是的话，那我将会坚信臣服于叶董是个再明智不过的选择，同时也会让我更加坚信叶董给我画的饼，有朝一日能让我傅一山跟傅家吃到嘴里。合着要是跟我无关的话，傅大少就要后悔。叶董说的这个问题已经没意义了。傅大少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说这个？嗨，这是捎带的，主要是跟叶董说一声同济会的具体成立方案以及详细框架等等这些，叶大少跟王大少那边已经跟我全面规划出来了，并且也由我给你好了，所以是发给叶董过目，还是我再去一趟山青？这跟几天前那不情不愿的态度，赫然已是判若两人。之前的傅一山是被迫无奈，而如今已然成了上赶着的主动。毕竟他不仅相信叶松给他画的饼假以时日能落实到位，同时也彻底相信对方是真的具备那个能摧垮他傅家根基的隐形资本。那就有劳傅大少安排时间来山青一趟了，另外再招呼一声王大少也过来一趟吧。好。对了，还有个事。什么？傅大少，浦东的副区长叫什么来着了？江什么来着了？江东林。对，是叫江东林。叶董怎么问起他来？之前听人提起过他，对他有点兴趣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所以想着找个机会跟江副区长见个面，不过过于刻意的方式就不太合适了。傅大少这边看看能不能安排一下，以不那么刻意的方式把江副区长带过来。那头傅一山瞬间从眉头微皱变成紧皱，什么情况这是？魔都副区长虽说也算是不小的官职了，可那是相对于大众外界而言，在叶松这种大咖面前，区魔都副区长真要说的话，压根就排不上号了。然而现在对方却是主动提出想见江东林，这葫芦里究竟卖着什么药？亲，回头我安排一下，以调研的名头安排江东林到山青龙芯的总部走走，毕竟龙芯部分工厂就在浦东，相对来说这是较为合理的。好。言笑间，叶松挂断通话。林夕啊林夕，为了你的婚事，我这也算是操碎了心啊。想到那位魔都副区长将是未来的紫禁之主，叶松不由摇头失笑自语。如果说对方真能成为林家的女婿，这必然是双赢的了。只是就现阶段而言，若是区一个没有多少深厚背景可言的魔都副区长成了林家女婿，必然也会引发大片哗然的。就看彼此有没有那个缘分了。